我是瓜皮儿，闪电侠第1季回顾。逆闪电斯旺为了打败闪电侠，穿越回去杀害了 Barry 的母亲，自己却因此失去速度，无法回到未来。为了回家，他重新创造了闪电侠，用威尔斯博士的身份指导 Barry 变得更快。可他最终还是输给了 Barry， 输给了祖先艾迪。在逆闪消失后，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虫洞，吞噬着城市。Barry 与火风暴携手击碎了虫洞，罗尼选择了牺牲自己，两个挚友的离开加上威尔斯博士的背叛， Barry 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曾经热闹的实验室变得空无一人， Barry 成为了独行侠，只有这样才能不让身边的人受到伤害。黑洞事件已经过去了6个月， Barry 如往常一样为警局效力，今天却遭到了神秘男人的偷拍。市民为了纪念闪电侠救世的壮举，特意将当天设为了闪电侠日，市长甚至亲自为他发布了金钥匙。是时候出现敌人了，一个力大无穷的铁憨憨袭击了颁奖典礼，被希斯科的武器击中后变成了巨型铁憨憨。Barry 打下他的面具后才发现，这个人其实早就应该死了，他本早就被杀害了，现在安详地躺在停尸房里。这个变种人却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不过 Barry 拒绝所有人的帮助，威尔斯生前的律师给 Barry 发来了律师函，是一个必须交给 Barry 的 U 盘，但仇恨让 Barry 根本不想打开。闪电侠小队解散以后，凯瑟琳也转到水星实验室工作，希斯科专门把他请了出来帮忙解决变种人的案件。不问 Barry 的意见，几个人强行重启了星辰实验室，并且由斯泰因博士担任最强大脑。他们推测变种人是吸收了周围的辐射才会变大，恰好一间废弃厂房里的辐射异样。 Barry 依旧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帮忙，独自一个人跑了过去。此时变种人正大口大口地吸着毒气， Barry 的乌拉乌拉龙卷风对他无效，对方瞬间硬朗了起来，掐住了 Barry 致命的脖颈。实验室的小伙伴正盯着监控想办法帮上忙。斯坦因博士让希斯科立刻触发厂房的所有警报。 Barry 这边还在被胖揍，警报吸引了变种人的注意力， Barry 才活着逃了出来，昏倒在实验室。昏迷的时候，他梦到了小的时候，小年纪就家破人亡，是乔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才让他坚强地熬了下来。现在的乔依旧在随时监护着昏迷的 Barry， 他希望 Barry 能够接受朋友们的帮助，不要把所有的愧疚都扛在自己身上。老父亲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服了 Barry， 对于凯瑟琳的愧疚高过于其他人，她的丈夫为了救 Barry， 为了救城市牺牲了自己。恰好威尔斯的 U 盘掉了出来，在凯瑟琳的提议下， Barry 才决定打开看一看，里面是一段威尔斯的自首独白，以此还给了 Barry 父亲一个清白。 Barry 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了所有伙伴，他还决定在父亲出狱前抓住这个变种人。只不过这次他不再是独行侠，整个闪电侠小队是他的后盾。他们模仿哥谭市某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布鲁斯·韦恩，给自己做了一个闪电灯，成功吸引了变种人的仇恨。面对这个大家伙， Barry 只能智取，他们诱导变种人到了一个反应堆内部，让他吸收了自己承受不住的辐射，瞬间变种人就萎了。临死前，他告诉闪电侠，有人命令我来杀死你，这样我就能回家了。他的名字叫做 Zoom。 解决掉了变种人， Barry 把父亲接回了家。10余年的冤案终是推翻，这些年亨利也累了，他想要自己定居远方，享受难得的安宁，这样才能让儿子继续前进。实验室突然闯进一个神秘男人，他自称名叫杰，杰知道所有人的身份，包括 Barry 是闪电侠。杰来自地球2，6个月前的黑洞打破了时空，开启了2个平行宇宙的大门，而那个变种人就来自地球2，所以长得和死者一模一样。巧的是，杰在地球2也是闪电侠。在黑洞出现之前，杰一直在对抗 Zoom 是一个快过他们所有人的极速者，在对抗中，杰被彻底打败。将死之时，黑洞开启了，这才把他带到了地球1。在这个世界，他失去了神速力，没有办法回到地球2。杰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弄清楚他们的身份，但 Barry 不相信他。凯瑟琳给杰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发现他没有什么异常，反而接触起来让凯瑟琳很开心。平行宇宙的理论让所有人一脸懵逼。如果杰所述属实的话，那么这个城市中的某个角落就有一个缺口通往地球2，这也可能为 Zoom 提供便利。今天，乔迎来了一个新搭档佩蒂。自艾迪去世后，乔不愿意接受任何搭档，无情回绝了佩蒂的热情，而杰被关进了超能监狱。Barry 总是能在他身上看到威尔斯的影子。说话间， Barry 就用乌拉乌拉龙卷风解决了一起火灾，刚放松就被另一个变种杀人袭击，挨了一拳，还让对方跑了。隔天，在案发现场 ，Barry 认识了佩蒂。佩蒂对 Barry 在警局丰功伟绩全都了解，甚至一眼就断定火灾是变种人引起的。虽然表现优秀，但乔还是不同意他成为搭档。不过 Barry 对佩蒂可算是好感十足啊。另一边，杰每天都在接受各种体检和分析。当他看到 Barry 的物证以后，就看出对手是谁。同样来自地球2的沙妖，有过交手的杰深知沙妖的弱点， Barry 却表示我不听，依旧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希斯科却调查的时候意外触碰到证物，震波到了沙妖出现的画面。另一边，
佩蒂追查到了沙妖的本名斯利克，并且乔伏击在了他附近，追击过程中险被甩开，还好佩蒂及时制服了他。只不过这个人是地球1的本尊，压根儿没什么超能力，虽然他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佩蒂作为大功臣，加上活泼的性格，让白瑞对他好感更增一步。但此事一出，平行宇宙的理论几乎被证实了，唯一秉持怀疑态度的只剩白瑞。信任对于白瑞来说像是遥不可及的东西。警局这边，乔前脚放走了斯利克，后脚沙妖就出现在他们身后，乔被一拳敲晕，佩蒂被当成人质活捉。事到如今，白瑞不得不寻求杰的帮助。杰把沙妖的攻击规律告诉了白瑞，也告诉了白瑞必胜的办法。白瑞需要用极快速奔跑，并且把自身带出的电流甩出，达到空手扔闪电的功效，这样就可以把沙妖电成玻璃人。为了找到沙妖，希斯科触碰了一下正午，直接看到了佩蒂被关押的地方，随便编了一个瞎话，就告诉所有人佩蒂的位置。此时白瑞还在训练空手扔闪电，但他却无法成功。杰耐心地教导白瑞，上一个这么耐心对待白瑞的人亲手杀死了白瑞的妈妈。为了吸引沙妖的注意力，杰决定换上自己的闪电侠服装，戴上钢盔赶到了现场。沙妖根本不知道他失去了神速力，一道飘飘拳过后才发现端倪。此时白瑞已经把佩蒂救了出去，随即开始迅速绕圈圈，并且顺利地丢出了闪电，把沙妖电成了玻璃。这次的合作让白瑞对杰有了新的看法，也许他并不是什么坏人。他告诉白瑞，Zoom 要做最快的男人，他的目的是杀死所有急速者。警局这边，佩蒂对乔吐露了真心话。曾经控制天气的马克杀死了他的父亲，他加入警局，加入变种人特别小组，就是为了抓住杀害父亲的凶手。乔也终于接纳了佩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艾瑞斯的亲妈找上了乔，虽然他从小就未曾照顾过艾瑞斯，但现在他已经身患绝症。经过不懈努力，斯泰因和希斯科终于找到了城市中的缺口，足足52个。话还没说完，斯泰因博士就晕倒在了地上。醒来后，他们找到了第一个缺口，就在实验室内。不过他们还没有研究出穿越缺口的办法，大伙儿对此一筹莫展。接下来的日子，佩蒂和白瑞的接触越来越多，聊得也越来越投机。忽然出现了一个妹子，转头一看，竟然是斯纳特的妹妹丽萨。这个出卖自己多次的兄妹居然主动寻求帮助。斯纳特被绑架了，说出来连白瑞都不信。上一次见斯纳特还刚刚被出卖，希斯科早就在冷冻枪里加入了 GPS， 他们一下子就找到了斯纳特的位置。这会儿斯纳特正忙着偷东西呢。白瑞跟个贼一样的过来问候老朋友，碍于父亲，斯纳特只能再次出卖白瑞。丽萨深知父亲路易斯有多缺德，斯纳特这辈子都不可能替他做事儿，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受到了威胁。回想起路易斯小时候狂揍他们兄妹，丽萨就感觉心里一阵抽搐。希斯科只好赶过来安慰丽萨，也许这兄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们是唯一的亲人了。白瑞再一次找斯纳特问来龙去脉，斯纳特倒是挺傲娇的，表面上说着不需要帮忙，话语之间却在暗示白瑞，你求我呀，你求我，我就让你帮我。留下一堆暗示后扭头就走，回到了恶棍老爹的身边。路易斯对出言不逊的技术人员直接遥控爆头伺候。死者第二天被警局发现，白瑞和佩蒂一起检验了尸体，确认身份后，白瑞他们也发现此人与路易斯息息相关，而白瑞几乎可以肯定，威胁斯纳特的筹码就是他的妹妹。希斯科也检查出丽萨脖子内同样有炸弹，这种特制的炸弹接触空气就会瞬间爆炸。白瑞没办法靠速度取出炸弹，在希斯科想到办法之前，白瑞决定伪装成技术人员混入路易斯团队。与斯纳特达成协议后，两个人连哄带骗，让路易斯相信了白瑞的身份。说走就走，三个人赶到了抢劫地点。为了不让路易斯乱杀无辜，白瑞还得偷偷带走安保人员。可他根本没有什么破解密码的技术，依靠自己的速度一遍一遍地尝试着8位数的密码，最起码有1亿个组合。试出密码后，路易斯准备杀人灭口，斯纳特还在内疚中呢，殊不知子弹早就被白瑞空手接住了。另一边，希斯科研发了一个超高速真空枪，可以让炸弹不接触空气的情况下瞬间被吸出来。总而言之呢，依旧是充满风险的办法。白瑞这会儿也换装闪电侠来阻止路易斯。路易斯拿着遥控器威胁斯纳特开枪射击闪电侠。争分夺秒的时候，希斯科成功取出了炸弹，一个信息交换，斯纳特就冻死了路易斯。为了妹妹，他杀死了父亲，自己也蹲进了监狱。白瑞来探望他，也看出了斯纳特的内心其实善良大于邪恶。经过不断的接触，白瑞和佩蒂交换了手机号，丽萨也和希斯科吻别在这友人的街。接下来他们终于可以安心研究缺口了。这些天，杰和凯瑟琳一直尝试稳定缺口，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了。这下杰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凯瑟琳有点不舍，恰好白瑞需要他的帮助。杰决定干掉 Zoom 以后就回家。斯泰因博士突然失控，独自一个人变成了火风暴，由红火变蓝火，然后再次晕了过去。
深夜缺口中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威尔斯博士。近期斯泰因总是突然间失去意识，失去罗尼的火风暴也逐渐脱离控制，他们必须找到另一个代替罗尼的人。自从罗尼牺牲后，凯瑟琳就一直关注着这个方面。有2个人的医疗数据证明，他们的 DNA 遭受过加速器的辐射。白瑞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了他们的血液样本，接下来只要耐心等待匹配结果。回到警局，白瑞和佩蒂正在解决一起杀鱼人的袭击案件。接到斯泰因苏醒的消息，白瑞立刻赶了回去。匹配结果也显示2个人都是最佳人选，接下来只需要说服他们成为火风暴。凯瑟琳认为科学家休伊特比较合适，白瑞却更中意身体素质各方面都更好的杰弗逊。就在大家分头行动的时候，威尔斯已经悄悄潜入了实验室。白瑞和斯泰因一起见到了杰弗逊。2年前，杰弗逊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粒子加速器的爆炸让他断送了运动生涯，从事起了汽车维修的工作。听说2个人是为了加速器爆炸的事情而来，杰弗逊的耐心全无。白瑞留下一张名片就转身离开了，反而休伊特非常乐意参与实验。同样身为科学家，又是斯泰因博士的粉丝，2个人接触起来非常融洽。首次融合就以失败告终，显然休伊特并不是最佳人选。对此，他表现出了极度的失望和愤怒，但短暂的接触还是改变了他的身体。深夜，威尔斯盗窃了水星实验室的设备，并且被蒂娜博士看到了面容。乔根本不相信威尔斯博士会再度出现，毕竟威尔斯死在了他们面前。但不管怎么样，乔都不能让白瑞知道这件事儿。好不容易白瑞才走出了他的阴影，乔也命令佩蒂不能说出去。而白瑞他们把最后的希望杰弗逊也请了过来，理由是可以借此治愈他的身体，让他继续橄榄球生涯。当他听说自己过来是为了成为火风暴的，杰弗逊内心是拒绝的，这让本就不看好他的凯瑟琳非常恼怒，还把杰弗逊当成了懦夫。另一边的休伊特已经变得极度暴躁，和同事吵架的时候彻底激活了他体内的力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休伊特也被列入了罪犯名单。希斯科调查了他的底细，才发现这个人有暴怒症。斯泰因的状况越来越差，凯瑟琳亲自找到杰弗逊为自己的言语道歉，还把罗尼牺牲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他。拯救全城的人在杰弗逊眼里就是个英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休伊特这时赶了过来，他正准备报复凯瑟琳，就被杰弗逊敲晕了过去。2人顺势逃到了实验室。斯泰因博士的体温已经上升到了142度，再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杰弗逊终于决定和博士融合，这是他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事实也证明他才是最佳人选。希斯科收到消息，休伊特正在学校里大肆吸收能量，而这所学校恰好就是杰弗逊曾经倒下的地方。白瑞和火风暴立刻赶了过来，他们决定借助休伊特的暴怒症打败他，让他自我毁灭。闪电侠和火风暴的戏耍让休伊特恼羞成怒，却只有无可奈何，最终身体崩溃，被关进了超能监狱。斯泰因和杰弗逊决定去其他地方探索自己的潜能。光天化日之下，2个大老爷们当众合体，点燃激情飞上了天空。艾瑞斯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生母，不但得到了生母将死的事儿，还发现自己居然还有一个亲生弟弟。白瑞偷偷在远处看着佩蒂，还没开心多久就被鲨鱼王抓住了致命的脖颈。他也是被ZOM派来刺杀闪电侠的。佩蒂刚好目击一切，掏出枪就连环射击。子弹耗尽的危机时刻，一个神秘男人出手救了他们。白瑞追上去才发现，这个人竟然是威尔斯博士。事情还是从8个月前说起。地球2的威尔斯就是威尔斯，他经营着星辰实验室，改善着世界的未来，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杰西和一群仰慕自己的市民。他研发的变种人识别软件享誉全城，直到闪电侠杰突然出现，揭露了粒子加速器的事情。杰把ZOM的诞生怪在了威尔斯博士身上，2个人可以说是见面不掐架，就给足了对方面子。不知缘由的威尔斯来到了地球1，并且出手救了 Barry。 这个男人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就算他们不是同一个人，但同样的脸庞就让所有人紧张到了极点。不知情的乔见到他，二话不说就扣动了扳机，还好Barry抓住了所有子弹，尽全力阻止他们干架。接受这个威尔斯对他们来说是最难的事儿。乔为了保护女儿安全，把自己的配枪交给了他。另一边，Barry和希斯科在咖啡店和佩蒂谈笑风生。突然，希斯科的震波又一次奏效，他看到了一个新生变种人正在抢劫银行。Barry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一个拥有闪瞎别人狗眼能力的变种人。威尔斯告诉他们，此人叫光博士，来自地球2的变种人罪犯，能够散发5300摄氏度的光芒，分分钟让人失明啊！显然他也是ZOM派来的。威尔斯打算拿光博士当诱饵引出ZOM，但杰立刻否决了他。两个人再次见面，火药味十足。威尔斯建议干掉光博士，杰建议劝服光博士。白瑞有些摸不着头脑。回到警局，他对佩蒂迈出了第一步，邀请他晚上和自己约会。到了下午，大家发现了光博士的踪迹。白瑞决定尝试一下杰的办法。可光博士摘下面具的时候，白瑞傻了，长得和自己的前女友琳达一模一样。
见到身份暴露，光博士闪瞎了白瑞的眼，就算他是极速者，也需要6个半小时恢复。威尔斯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白瑞不应该试图说服光博士。当他们听说光博士就是地球2的琳达时，他们意识到地球1的琳达有危险了。眼前的事儿先放一放，白瑞还欠着佩蒂一场约会，眼睛暂时失明，只能让西斯科帮忙。你是我的眼，琳达就由凯瑟琳和杰暗中保护。天色越来越晚，白瑞的视力慢慢恢复了原样。凯瑟琳和杰也遭遇了光博士的袭击，光博士冲进报社威慑琳达，艾瑞斯掏出了乔的配枪就扣动了扳机，也只是打掉了他的面具。琳达震惊之余，杰赶了过来，这才让琳达逃过一死。而此时的白瑞还在和佩蒂吻别，这件事更加激化了威尔斯和杰的矛盾。威尔斯认为杰只会逃避再逃避，永远活在 Zoom 的阴影之下，但白瑞的勇气足够打败 Zoom。 说着两个人就动起了手。白瑞想要劝劝威尔斯，却在对话里说出了光博士面具被艾瑞斯击落的事情。更巧的是，威尔斯早就知道西斯科拥有震波能力，毕竟他拥有变种人识别器，隐藏了数月的秘密最终还是被告知了所有人。在威尔斯的压迫下，西斯科一次又一次尝试震波，终于他发现了光博士的位置。白瑞赶到火车站，找到了光博士。对抗中，杰依旧在给另一边的白瑞出谋划策，却没有奏效。威尔斯提议让白瑞声东击西，只要白瑞的速度够快，就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幻想。显然威尔斯的计划起了效果，这件事上连杰都支持威尔斯。白瑞创造出了无数个幻想，并且一击击败了光博士，把他关进超能监狱后，白瑞决定采纳威尔斯的计划，利用光博士勾引Zoom。杰不想让白瑞因此丢掉速度，甚至丢掉性命，所以他不打算参与这次行动。地球2上，Zoom活捉了威尔斯的女儿杰西。白瑞找到了光博士，想要让他帮助自己干掉Zoom，只要让Zoom知道闪电侠已经死了，就能引出他。大家为了这次计划进行着准备，但是乔有种直觉，威尔斯一定隐瞒着什么。西斯科到超能监狱送食物，却发现光博士已经不见了。他打开舱门检查，却突然被打倒。光博士光着身子，利用能力折射了周围的环境，让他隐身逃了出去。最后一个机会也失去了。西斯科听了乔的猜测后，准备震波一下威尔斯，但谨慎的威尔斯根本不让他触碰到自己。为了保护琳达，他们准备把他送回实验室。光博士的头盔被打掉了，逃走时连衣服都没穿，而琳达恰好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一个歪点子就此诞生，由西斯科定制了能量手套，大家开始训练琳达，让他更像光博士。但他只是个普通记者，首次训练就出师不利，这也让他丧失了信心。这个计划也许应该再考虑考虑。闪电侠找到了琳达，想要安慰她，也许他们曾经是恋人的关系。白瑞认为琳达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于是他摘下了面具。另一边，西斯科再次尝试震波威尔斯，这次让他得手了。西斯科看到了Zoom绑架了一名叫做杰西的女孩，而白瑞和琳达赶到了传送门。蹩脚的演技加上致命的台词，气氛一度陷入了尴尬。白瑞假装摔倒后又开始假死，琳达拿上闪电侠的标志扔进了传送门，可Zoom却迟迟没有出现。躺了1个小时的白瑞腿都麻了，忍不住换了个舒服的姿势。他们这才意识到Zoom根本没有中计。计划失败后，白瑞也没有之前那么有信心，找到佩蒂亲热了一下。可琳达就没这么幸运了，她被Zoom活捉。Zoom出现在实验室楼顶，挑衅着闪电侠，这也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救走琳达之后，白瑞只能选择和Zoom战斗。白瑞开始绕圈圈丢闪电，这招就像小儿科一样，被Zoom反手甩了回去。在速度上，白瑞根本不是Zoom对手，他只能依靠自由落体带来更大的重力，让两个人的速度变得一致。然而这也没什么卵用，白瑞被乱拳打成了残疾，就连后背也被直接折断。威尔斯赶过来帮忙，射出去的药气被Zoom接住后注入了白瑞体内。此时白瑞变得生命垂危， Zoom 抓住白瑞冲到了报社，对全城宣布了自己的胜利，又把白瑞带到了警局，单手接住了所有子弹，还嘲讽了闪电侠的无能。最后 Zoom 把闪电侠带回来实验室，顺便告诉威尔斯，就算你利用闪电侠也不可能打败我。说完伸手刺进了白瑞的体内。正当他准备杀死白瑞的时候，西斯科偷袭了他，一管缓速药剂打退了 Zoom， 白瑞重伤昏迷不醒。乔准备痛扁威尔斯给儿子报仇，忽然西斯科说出了杰西的名字，得知了自己的女儿还活着。威尔斯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秘密。Zoom 用杰西的命威胁威尔斯，让他来地球1杀死闪电侠，但威尔斯认为白瑞有实力打败Zoom，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他想错了。几天后，白瑞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伤口也慢慢愈合，可是他的双腿却失去了知觉。闪电侠的腿残废了。之后的时间里，白瑞只能靠着拄拐杖走几步路，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坐在轮椅上。闪电侠失去双腿，让白瑞放弃了希望，即使他拥有神速力护体，想要完全恢复依旧遥不可及。因此威尔斯打算回到地球2，自己动手干掉Zoom。杰消失的这段时间只能靠威尔斯挺大梁，连最后的防线也准备离开。凯瑟琳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帮助团队，因为救回杰西最大的希望就是白瑞。
这段时间，威尔斯和希斯科已经关闭了51个传送门，现在只剩实验室的最后一个。他们决定守株待兔，套路一下纵。就在这麻烦一个接一个的时机，格鲁德突然卷土重来，现场调查的任务交给了佩蒂。白瑞逐渐恢复了行走能力，但他还是跑不起来，过度的消耗只会让他更加恐惧。纵毁掉了闪电侠，这个城市里被万人敬仰的英雄被敌人当众羞辱。白瑞最害怕自己没有办法保护别人。凯瑟琳·希斯科正在传送门布下圈套，一瞬间，凯瑟琳像失了智，没了感情地揍了希斯科一拳，转身离开了实验室。近期接二连三丢失了补脑药剂，这些药剂可以增强脑功能。结合现场的毛发，乔猜测格鲁德又回来了。他赶忙告诉了白瑞和希斯科，这下凯瑟琳的诡异举动也有了依据。可这个时候，白瑞只能拄着拐，威尔斯帮着一起想办法。白瑞还在自闭当中，乔安慰他说：“你没了腿，不是还有脑子吗？”此时的凯瑟琳被格鲁德关押了起来。在格鲁德没有变异之前，凯瑟琳对他最好，所以格鲁德信任他，想让他帮助自己创造更多的高智商大猩猩。为了救回凯瑟琳，白瑞拼命的训练，神速力也慢慢在恢复。艾瑞斯把亨利请了过来，再强大的闪电侠也只是父亲的孩子。老爹本就是医生，一眼断定了白瑞身体早无大碍，唯一阻挡他恢复的是白瑞的心。他还告诉白瑞，有时候你需要放慢脚步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希斯科也找到了格鲁德的位置，他们的计划就是让威尔斯伪装成逆闪，逆闪是格鲁德的父亲，劝说格鲁德一定有奇效。威尔斯这次可以说是赌上了性命，亨利这边还在安慰着儿子，他深知被人毁掉的滋味，被逆闪害得家破人亡，含冤入狱，何尝不是毁灭呢？驱使他走到今天的办法就是接受现实，学会相信自己，点燃希望，只要一点点的意志即可。格鲁德还在让凯瑟琳想办法，威尔斯闯了进来，他把逆闪演绎的淋漓尽致，只可惜真正的逆闪从不躲避避。威尔斯被格鲁德一拳打飞，希斯科趁机拉走了凯瑟琳。威尔斯在白瑞的提议下，把所有补脑药剂注射到了格鲁德体内，用脑过度导致他瘫软在了地上。威尔斯这段日子一直在研究传送门，他发现有一个传送门的位置在地球2是一片森林，这可以成为格鲁德的新家，这需要一个诱饵勾引格鲁德。白瑞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就绪后，由凯瑟琳吸引格鲁德出现，白瑞则立刻接手，一路引导着格鲁德去传送门。到达传送门后，希斯科开启了宇宙之间的通道，白瑞一记音速胖子把格鲁德送回到了地球2。这次结束后，闪电侠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威尔斯也决定留下来帮助白瑞对抗纵。送别了父亲，白瑞回到警局给佩蒂报平安。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虽然白瑞恢复了速度，但远不如纵。威尔斯恰好知道一些歪门邪道，这种血清叫做终极6，可以让白瑞短时间变强。不幸的是，佩蒂追查到了实验室，看到了威尔斯，并把他当成了逃犯，甚至开枪击中了他。但白瑞这会儿和奥利弗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无法支援。实验室只剩下了凯瑟琳和威尔斯，好在杰及时赶了过来。为了救威尔斯，他注射了自己最厌恶的终极6，短时间恢复了神速力，迅速帮威尔斯取出了子弹。不管两人有多大的仇，终究是杰救了威尔斯。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白瑞注射终极6，这会害死他。白瑞和奥利弗此时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事情的起因源自于希斯科的新女友肯德拉。几次的约会，希斯科却震波到了不同的场景，先是一个鸟人出现，后来肯德拉也变成了鸟人，一个非法偷渡的人被警方抓捕，还没带回警局就全部被屠杀。警局对此没有一点头绪。第二天，这个男人就袭击了正在约会的希斯科肯德拉，他的刺杀目标正是肯德拉。好在希斯科呼叫了白瑞，及时赶到并抓住了飞来的匕首，两个人才安全的逃脱。为了保护肯德拉，希斯科把他带回了实验室，一激动甚至暴露了白瑞的身份。男人用的匕首是几个世纪前的文物。面对这个棘手的刺客，白瑞想到了一个老朋友星城。奥利弗团队正在对抗新头目达克。在以暴制暴过后，白瑞赶来带走了奥利弗。一行人来到了奥利弗的堡垒，白瑞素描了男人的模样。费利西蒂也查出了他的身份，最近那张照片来自1975年，他叫萨维奇。肯德拉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招惹了这个变态。办事严谨的奥利弗打算查出一切。面对白瑞一边的一问三不知，奥利弗有点恼怒。回到家里，大家举杯放松，顺便庆祝一下难得的相聚。这一年来，奥利弗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菲利西蒂回到了他的身边，妹妹西亚也加入了团队。就是这样恐怖的一群人，还迎来了挑衅的敌人。萨维奇破窗而入，准备刺杀肯德拉。白瑞接住了大部分丢来的匕首，自己也被刺中。这个萨维奇根本不简单，面对奥利弗的箭雨，他根本不虚，被西亚一箭射下了大楼，却连点痕迹都没有。事到如今，希斯科只能把震波的事情说了出来。他看到了肯德拉变成了鸟人，还没多说，堡垒一黑，刺客联盟新任掌门梅林找了上来。他说出了萨维奇的身份，
有人说他是成吉思汗最信任的谋士，也有人说萨维齐曾经指导了凯斯大帝赢得了征服高卢的战争，但他的身份远不如此。这个人存在了无数个世纪，他是一个永生不死的人。想要从这样一个人手里保护肯德拉，天方夜谭。受了打击的肯德拉出去和西斯科透透气，却被一个鸟人带走。白瑞和奥利弗快速开始搜索全城，鸟人叫胡夫，他也说肯德拉的真实名字叫查亚拉，他们4000年来一直都是爱人。胡夫此行的目的就是保护查亚拉。在基业还未觉醒之前，肯德拉是一脸懵逼。奥利弗和白瑞很快追了过来，面对这个新对手，两个人有些措手不及。白瑞一招乌拉乌拉龙卷风，加上奥利弗的夺命一剑，额外赠送一个魔力圈圈丢闪电，他们成功的击败了胡夫。胡夫告诉他们，自己是唯一能够拯救肯德拉的人。4000年来，他们一次次投胎，一次次重逢，一次次唤醒前世的记忆，也一次次被萨维奇追杀。4000年内，他们被萨维奇杀死了206次，他们之间就像是轮回。萨维奇每杀死他们一次，实力就会大涨一次。如今已经有了原先206倍的力量。梅林再次给他们带来了消息，刺客联盟的人调查到萨维奇去寻找赫鲁斯法杖了。如果萨维奇得到了这个古老又强大的法杖，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此时此刻，必须要让肯德拉觉醒。在楼顶上，大家都有点蒙圈。胡夫一把就推下了肯德拉，白瑞赶忙把肯德拉救了上来。但奥利弗认为胡夫的办法才更正确，肯德拉有自己的决定。白瑞的善心在这个时候可能会起反效果。get 到了奥利弗的点，白瑞在出发寻找法杖前告诉了肯德拉，自己也曾失去过力量，克服困难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信自己。说完，奥利弗和白瑞启程前往中心城。肯德拉思前想后接受了现实，对西斯科说出了心里话后跳下了大楼。这次他成功长出了翅膀，而奥利弗、白瑞已经到了教堂，但法杖已经被萨维奇夺走。面对这种魔法力量，两个人手足无措。白瑞试图抢夺法杖，却只有被力量弹开。就在萨维奇决定终结两个人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肯德拉的觉醒。白瑞则趁机带着奥利弗逃出了教堂，逃过一死。奥利弗给团队打了电话，现在是时候全军出击了。大家找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暂住了下来，附近没有平民百姓，就算萨维奇过来袭击，也不会有无辜人员伤亡。在今天早些时候，奥利弗碰到了上季出现的前女友之一，但这次他还带了一个目测9岁的儿子出现。儿子的身世成为了奥利弗的心结。另一边，觉醒后的查亚拉开始在胡夫的帮助下训练自己。奥利弗假装和瑟曼莎偶遇，也得知了孩子叫做威廉。5年的荒岛生活加上4年的绿箭侠身份，他们上次离别都是10年了。而10年前，他刚好怀有了奥利弗的孩子，还只是说孩子已经打掉了。威廉的父亲不是你。说完，奥利弗就接到了梅林的电话。作为刺客联盟的掌门人，他邀请了萨维奇见面，并且让奥利弗和白瑞和他谈判。而梅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女儿西亚。白瑞在赶往约定地点的时候，再次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谈判正式开始，萨维奇表示自己必须杀死胡夫和查亚拉。奥利弗怒射一箭，表示没门。萨维奇给他们24小时把鸟人情侣带来，否则他会屠杀整个城市，包括绿箭侠和闪电侠的家人。首次谈判就以谈崩告终。梅林走之前告诉奥利弗，如果我的女儿因此丧命，我会用比萨维奇还恐怖的方式来找你复仇。24小时内必须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但白瑞更在意的是昨晚的另一个自己。有过经验的他知道，这是自己穿越时空的迹象。本想让西斯科震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样反而会让未来更糟糕。西亚带回了一个录像带，1975年的一个教授调查出了萨维奇的身份。他研究出萨维奇的不死之身源自于一次超自然灾难。他认为这场灾难相关的物件就是打破萨维奇永生不死的关键。在查亚拉的记忆里，法杖曾经杀死过萨维奇。更坑爹的是，上一次奥利弗见面萨曼莎的时候，捡到了一根威廉的头发。白瑞帮忙匹配了 DNA， 拿过结果后，奥利弗面如死灰。可白瑞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把结果给了费利西蒂。拿过结果后，费利西蒂面如死灰。奥利弗第2次找上了萨曼莎，他知道了威廉就是自己的儿子。事情的起因就是10年前，奥利弗的妈妈拿着100万美金的支票，让萨曼莎打掉孩子，离开奥利弗。10年了，萨曼莎没有动过1分钱，而且独自抚养威廉长大。奥利弗试图偿还自己的风流账，但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焦头烂额的时候，菲利西蒂拿出了亲子鉴定，质问奥利弗。奥利弗现在只想暴打萨维奇，发泄烦恼。他想到了一个计划。萨维奇并不知道查亚拉恢复了记忆，只知道他觉醒了翅膀，这样可以出其不意。白瑞靠速度抢走法杖，查亚拉负责偷袭。这次行动只有他们和胡夫4个人。奥利弗今晚不想有任何无谓的牺牲。
首先，他们诈降把鸟人情侣带了过去。按照计划，奥利弗开始和萨维奇肉搏，胡夫因此丧命，抽动的查亚拉也丢掉了性命。当白瑞拿起法杖和奥利弗一起攻击萨维奇时，他们的生命也被法杖吞噬。奥利弗命令白瑞赶快跑，只有他才有速度逃出去，并且说出了那句必胜台词。此时，萨维奇夺过法杖，开始毁天灭地。奥利弗第一个牺牲在了爆炸面前。白瑞拼尽全力冲了出去，爆炸射击范围寸草不生，整个城市的人全部瞬间丧命，包括菲利西蒂等人。白瑞拼命快跑，忽然他看见了自己。再次停下来的时候，又一次到了昨晚谈判的地方，一切仿佛根本没有发生，事情依旧按照剧本重演了一遍。白瑞把穿越的事情告诉了奥利弗。白瑞意识到对抗萨维奇的时候，奥利弗有些心不在焉，并且把检测头发 DNA 的事情说了出来。奥利弗一听便知结果，还因为此事和菲利西蒂大吵一架，也直接导致了奥利弗决战的时候精神无法专注在萨维奇身上。这次奥利弗打算换个方式，角色互换以后，这次是奥利弗找到了希斯科，他建议希斯科去说服查亚拉，毕竟他们的感情存在过。希斯科从胡夫手里抢过了查亚拉，他的目的是让查亚拉做真正的自己。查亚拉回想起了以前萨维奇第一次刺杀他们的时候，他拿起匕首反击，最终两个人双丧命，陨石砸碎了圣殿。这就是那场传说中的超自然灾难，不但赋予了法杖魔力，就连那把匕首都拥有魔力。这是打败萨维奇的唯一机会。凭借查亚拉的记忆，菲利西蒂和希斯科查到了陨石砸落的位置，白瑞在博物馆中找到了陨石本体。接下来希斯科提取陨石中的元素，奥利弗负责分配计划，如昨天一样。不过这次奥利弗决定全军出击，同样的场景却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奥利弗这次变得更加专注，对抗萨维奇的时候，所有人一同赶来。白瑞按照计划抢走了法杖，和奥利弗一起对抗萨维奇。但这次他们谁也不用逃跑，陨石同位素的手套让他们避免了被法杖吞噬生命。萨维奇不知死活，只是原地消失，留下了一团骨灰。206世的轮回被打破，胡夫和查亚拉打算离开城市，帮助更多的人。希斯科虽然帮了个大忙，但他也只是轮回中的一个过客，只不过是一个很重要的过客。这次白瑞给奥利弗提了个建议，一个儿子最需要的就是父亲的陪伴，他深有体会。这次奥利弗找到了瑟曼莎，决定保守秘密，定期过来探望威廉。威廉是闪电侠的头号迷弟，奥利弗陪着他一起玩着闪电侠和冷队的玩具，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最好的陪伴，隐秘而伟大。艾瑞斯找到了白瑞，把压抑在心里许久的秘密告诉了他，自己有个从未见面的弟弟沃利，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儿告诉乔。他们的母亲走后，沃利最后的家人只剩下乔和艾瑞斯。最近反常的人不止一个，威尔斯遭到了祖母的威胁，他似乎因为某一个抉择而左右不定。到了1年1度的圣诞节，大家都在为了庆祝新年做准备。当晚，马丁卷雪重来，凭借着一手顶级的天气操控技能，先后救走了监狱里的斯纳特跟魔术师。斯纳特却是一脸的不情愿，马丁救助他们当然是为了干掉闪电侠。就论斯纳特和白瑞不一般的关系，他当然不会和这两个人为伍。监狱被劫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警局，根据目击证人确定，犯人就是马丁。乔为了让白瑞有所准备，把佩蒂父亲的事情告诉了他。这件事佩蒂从未提起过，这次也一样不打算告诉白瑞。回到实验室，开始着手计划着怎么解决马丁。希斯科灵光一现，准备打造一个克制马丁的法杖。曾在马丁用海浪席卷都市的时候，白瑞穿越过一次时空，抹除时间线之前，希斯科就曾发明过一个这样的法杖。时间穿越这事儿，不管是哪个地球的威尔斯都极度排斥。另一边，艾瑞斯终于下定了决心，告诉乔真相。得知自己有一个儿子，还是病危的前妻曾经离开他们父女后产下的，巨大的信息压垮了乔，他只想静静。白瑞安慰艾瑞斯，称乔一定会想开的。转过头发现斯纳特坐在椅子上喝着阿姨的卡布奇诺，他过来是提醒白瑞，马丁和魔术师密谋着要弄你，就当这个警告是送给白瑞的圣诞礼物吧。此时乔满心愧疚，他虽然痛恨前妻的抛弃，但儿子沃利是无辜的，从小就没有父亲的陪伴。乔一直希望把父亲留给自己的手表亲手送给自己的儿子。就在这时，魔术师在电视上公然挑衅闪电侠。自打Zoom羞辱了闪电侠之后，这些罪犯变得有些膨胀。通过视频中魔术师的瞳孔，他们追踪到了一家废弃玩具厂。佩蒂却比闪电侠先一步赶到了现场，但这也只是个圈套罢了。魔术师释放了数不清的陀螺炸弹，闪电侠灵光一现，让佩蒂抱紧自己，开始反向乌拉乌拉龙卷风。两个人一飞冲天，窜出了工厂。又一次的失败让佩蒂压抑的内心彻底爆发。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闪电侠，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就是他不愿意诉说秘密的男友。对抗马丁的法杖已经打造完成，魔术师却伪装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发放礼物。这100个盒子里装的全部都是炸弹。Zoom 通过传送门，他给威尔斯最后1天时间决定，否则Zoom就会杀掉威尔斯的朋友们。
马丁和魔术师的局已经安排到位，白瑞带着法杖赶了过去。不过学会飞行的人不止白瑞，白瑞一路追着马丁来到了广场中央。魔术师已经随机派送了100个炸弹到100个家庭里，要是闪电侠不听话的话，这100个家庭就会原地爆炸。为了孩子们，白瑞交出了法杖，用自己的身躯硬扛着马丁的蹂躏。而另一边的威尔斯想到一个主意，只要找到其中1个炸弹，将其丢进传送门里，就能依靠磁力把所有炸弹全部带出来。威尔斯立马抢走了一个礼物，依靠无人机把炸弹扔到了400米高处的传送门。计划很快奏效，100个炸弹被陆续吸进了传送门。此时白瑞还在被马丁两人欺负，魔术师掏出刀子准备杀掉闪电侠。就在这个时候，希斯科和威尔斯传来了炸弹销毁成功的消息。白瑞1秒钟制服了2个人，佩蒂很快赶到了现场，见面就用抑制器控制了闪电侠，掏出枪就准备崩了马丁。见势不妙的闪电侠赶快嘴遁，扣下扳机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余生。这样的复仇，佩蒂的父亲一定不愿意看到的。佩蒂最终收起了枪，逮捕了马丁。就在这个时候，乔也想通了，沃利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坏事，他最需要的就是原谅前妻的恩怨，把缺少的父爱还给儿子沃利。在此之前，他决定把手表留给白瑞，毕竟乔早就把白瑞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带上了满是爱的礼物，白瑞也准备放下心里的恩怨。他隔着玻璃对着威尔斯说出了那些没有对逆闪电说出的话。不论如何，他放弃了，他原谅了逆闪。大家都在乔的家里过起了圣诞节，佩蒂如释重负，不会再对白瑞有任何隐瞒。此时敲门声响起，来者正是乔的儿子沃利·维斯特。另一边，威尔斯秘密会见了 Zoom。 威尔斯深知 Zoom 派人杀白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白瑞变得更强，他也知道 Zoom 的目的是白瑞体内的神速力。在此之前，他一直摇摆不定，直到 Zoom 让他看见了杰西，女儿胜过了一切。威尔斯决定暗中帮助 Zoom 偷取白瑞的速度。白瑞这会儿正忙着和佩蒂约会，突然 Zoom 抓走了佩蒂，带到了楼顶之上，他想要夺取白瑞的一切。说完就松了手，惊醒后才发现是一场梦，但这梦似乎在告诉白瑞不要告诉佩蒂自己的身份。而乔带着儿子沃利四处观摩，想要让他尽快融入生活。但这沃利并不是什么乖孩子，甚至对白瑞充满了敌意，就好像是白瑞夺走了他应有的生活一样。威尔斯这边还在想着办法偷走白瑞的速度，恰好希斯科有一个办法能够对抗 Zoom 偷走他的速度，这就像送上门的福利。有着这样一个变种人，外号乌龟人，他的能力是让身边的事物变得极度缓慢，只要抓住他就能让 Zoom 感受一下什么叫龟速。白瑞快速浏览了最近的犯罪报告，发现了乌龟喜欢抢走极度昂贵的物件。恰好警局正在进行记者招待会，乌龟赶到现场放慢了速度，果不其然，白瑞和乌龟一样慢，当着闪电侠的面，光靠走路就抢走了价值不菲的珠宝。神速力让白瑞能在龟速中行驶，这也是白瑞最后的希望。结合凯瑟琳走得越来越近，一种似恋人似朋友的关系。希斯科发现晚上会有一场晚宴，专门展示一幅画。白瑞约上佩蒂晚上一起去参加晚宴，既能约会又能阻止乌龟。白瑞还准备趁机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佩蒂。突然威尔斯拦住了他，让他不要说出去。佩蒂知道的越少，祖母的威胁就越小。宴会上两个人很开心，乌龟果然出现在了宴会。白瑞随便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佩蒂。乌龟利用超能力抢走了名画，还利用佩蒂的生命安全拖延了闪电侠。第二次交手又失败了。白瑞三番五次的突然消失，让佩蒂失望又无奈。白瑞登门来道歉，只要说出自己是闪电侠，一切就能说通了。但白瑞还是选择用其他的谎言来圆之前的谎言。佩蒂想要分开一段时间，让双方冷静一下。另外一边，沃利的叛逆早被乔发现。沃利违法飙车，不顾生命享受速度，这个当爹的打算管一管他，可沃利听不进任何劝说。沃利飙车就是为了赚钱，给妈妈付医药费，他不接受乔的任何帮助。经过宴会上闪电侠的举动，乌龟发现佩蒂对其极为重要，当晚就绑架了佩蒂。白瑞过来搜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佩蒂被绑架了。乌龟把佩蒂带到了自己的藏身处，并把自己看到的一切细节说了出来。一个让闪电侠奋不顾身去救的女孩，一定对闪电侠有着特别的意义。乌龟的妻子已经死了，更可怕的是他放慢了妻子腐烂的速度。乌龟抢了很多值钱的东西，因此他需要一个很大的仓库才能存放。希斯科检查到他的前妻曾是图书馆的保管员，加速器爆炸后图书馆就倒闭了。白瑞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想要救回佩蒂，就得在乌龟缓速的时间差里全速冲刺。第一次尝试失败了，白瑞选择从几公里外全力加速。这次即使被缓速，白瑞也跑出了普通人的速度，一击打败了乌龟，救走了佩蒂。这次乌龟成为了收藏，被关进了超能监狱。在那场宴会结束后，凯瑟琳提取了杰酒杯上的 DNA， 数据显示杰患上了重病，无药能治，唯有获得神速力。另一边，白瑞终于下定决心告诉佩蒂自己就是闪电侠，可这话还没说完，就得知了佩蒂即将离开的消息。他被知名警校录取，解开了心结，解决了马丁，也正是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深夜，威尔斯偷偷干掉乌龟，拿走了 DNA， 这将是他偷走白瑞速度的第一步。而另外一边，逆闪电斯旺再次穿越回了这个时空，不过这次他来的好像早了点。
白天闪电侠照常打击罪犯，失控的化学卡车横冲直撞，掏出一个扳手。几秒钟过后，柱子哥被 Barry 拆得七零八落。乌龟死掉的消息很快人人皆知，Barry 的一举一动都被斯旺暗中观察。这下他掌握了闪电侠所在的时间线，皆确定乌龟的死和威尔斯脱不了干系，打败Zoom的机会又一次从手里流失。Barry 只好继续回警局工作，疯狂的工作和不停的打击罪犯，才能让他不去想佩蒂。另一边，威尔斯好像发现了希斯科震波的触发条件，他换上了逆闪的衣服，希斯科被他吓得肾上腺素激增，这就是他震波的前提。这次他看到了回归的逆闪电就在这座城市。在事发之前，Barry提前赶了过来，看到斯旺的时候，Barry也傻了，一分神，斯旺就抓走了蒂娜博士。这次斯旺知道了闪电侠的历史，准备提前从时间线上抹去闪电侠。威尔斯给所有人解释了斯旺的出现。艾迪抹除了15年前穿越过来杀死 Barry 母亲的斯旺，可现在这个斯旺还没有穿越，这是他第一次穿越到了 Barry 的时间线。但 Barry 的母亲死亡已成事实，即使干掉现在的斯旺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面前这个斯旺也就是时间残留。斯旺抓走蒂娜博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打造时光机。实验室对斯旺的位置一无所获，佩蒂再次找到了 Barry 直接选择摊牌，为了不伤害佩蒂只能分手。威尔斯帮希斯科改装了护目镜，不能每次都让希斯科受到冲击才可以震波。护目镜增加了一个可以刺激希斯科大脑的仪器，这样希斯科就可以自由控制震波。戴上眼镜，希斯科看到了各种场景，在其中一个找到了斯旺的存在。他看到了斯旺在时光机完成后杀死了蒂娜。威尔斯赶忙搜索了全城的仪器，没有找到时光机。希斯科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的场景是9点52分，可现在才6点，这意味着希斯科看到了未来，他们还有3个多小时解决斯旺。另一边，佩蒂已经开始怀疑 Barry 就是闪电侠了。每次失踪之后，闪电侠就会出现，很多案子的细节不在场的 Barry 是不可能知晓的，除非他就是闪电侠，他才能看到细节。希斯科继续追查着斯旺的线索，凯瑟琳突然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地球1上从来没有见过杰的二重身？威尔斯有，其他罪犯也有，唯有杰的二重身根本不存在。此时希斯科检测到了光速粒子，正是斯旺的穿越机器。斯旺准备回手掏死蒂娜时，Barry 穿墙过来摧毁了机器。这时的 Barry 已经成长了很多，曾经完虐他的逆闪电在这里却和 Barry 不分伯仲，他们的宿命对决终于结束了。抓回实验室之前，Barry 给了斯旺一套咏春拳。威尔斯警告 Barry 不要让斯旺知道太多事儿，包括你的身份，扰乱时间线只会让后果更加严重。佩蒂给了 Barry 最后一个机会，只要承认自己是闪电侠，佩蒂就会留下来和他在一块儿。尽管是这样， Barry 还是没有承认。Barry 在黑暗里找斯旺谈心。总的来说，斯旺就是一个中二病晚期，他就是要成为闪电侠，成为闪电侠的一生之敌，而现在他却被关在了超能监狱。希斯科突然陷入了抽搐，他正在被时间线一点点抹除。逆闪被抓后，时间线开始错乱，希斯科遭到了时间的报应。威尔斯让 Barry 赶快把斯旺送到未来，再晚一点希斯科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刚刚打败了斯旺，却要亲手把他送回去。威尔斯把超能监狱里的斯旺放了出来，对眼前这个男人斯旺充满了兴趣。威尔斯告诉 Barry， 斯旺就是在这个时间知道了我，也知道了你，这也是他最终会伪装成威尔斯的原因。这是宿命，无法改变，依旧是老方法。Barry 负责给斯旺提供动能，靠速度撞出一个虫洞，把斯旺送回到了未来。希斯科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第二天，杰带着凯瑟琳来到了公园，在他来到地球1的时候，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二重身，直到他发现了亨特·所罗门。亨特年幼丧母，辗转于不同家庭，最终成为了所罗门家族的孩子。佩蒂此时已经坐上了离开的列车，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列车上被歹徒劫持了。闪电侠一瞬间就跑到了列车上，这足以证明 Barry 就是闪电侠。而佩蒂最终选择了离开中场，临别前也验证了 Barry 闪电侠的身份。乔也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沃利，只不过沃利并不是什么听话的孩子。威尔斯这边总是良心不安，他又不想出卖朋友，又不想看着女儿出事。恢复单身的 Barry 想和威尔斯一起想一个对付 Zoom 的办法，得到的却是无情拒绝。2年前有这样一起无人问津的案件，2个帮派分子逼着自己的同伴乔伊说出银行密码，不仅谋了财也害了命。掉进焦油池后，粒子加速器便发生了爆炸。时至今日，焦油厂依然照常运行，但乔伊已经变了异。曾经夺走所有财产的同伙咸鱼翻身当起了土豪，不过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到头了。加速器让乔伊变成了沥青侠，他第一件事就是报了自己的杀自己之仇。佩蒂不在第一个案发现场，Barry 也打不起什么精神，只是拿了份样本就回了实验室。这边的威尔斯做出了足以偷走 Barry 神速力的装置，悄摸地放在了闪电侠战衣上，这让他良心更加不安。一边是努力帮自己想尽办法救回女儿的 Barry， 另一边是利用自己女儿性命威胁自己的 Zoom。威尔斯思绪很乱，甚至骂走了 Barry。希斯科也查出了样本之中有人类细胞。Barry 根据定位去抓捕乔伊，可他越是在奔跑，速度就越是被威尔斯偷走。
乔伊正准备杀死最后一个凶手，好在 Barry 赶了过来，并且利用下水道急速冷却了沥青侠。当他把凶手带回警局后，威尔斯已经偷走了他一部分神速力。希斯科第一时间发现了 Barry 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一点点，但这微乎其微的差距 Barry 根本不在意。而沃利这边也出了些岔子。沃利曾声称飙车是为了给妈妈赚医药费，但乔已经以父亲的名义帮助了他，可沃利依旧在飙车。乔害怕自己多管闲事会让沃利更加疏远自己，但西方记者艾瑞斯不怕，他直接找上了街头飙车的举办方，想要让他们停止该赛事，却遭到了人身威胁。但记者的手段也不是吃素的，沃利第一时间找到了姐姐，为了不让艾瑞斯陷入危险，沃利和艾瑞斯大吵一架。实验室里，经过 Barry 的几次努力，威尔斯慢慢不再排斥他，还告诉 Barry， 假如有一天祖母要我在你和女儿之间选一个，我会毫不犹豫背叛你。但 Barry 还是善良的帮了他。Barry 把上一个威尔斯斯旺的笔记给了他，这足以帮助威尔斯想出一个永远关闭传送门的办法。心怀愧疚的威尔斯晚上约见了 Zoom， 并把自己偷走了的部分神速力交了出去，本想就此结束交易，但 Zoom 又一次威胁了威尔斯。第二天，大家开始着手调查交易，他们发现还有另一个凶手，此人正是街头飙车的举办方。艾瑞斯对他再熟不过了，而威尔斯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研发出了摧毁传送门的反应堆，晚上和 Barry 一起验证了奇迹。激动的 Barry 一把抱住了威尔斯，这是他们近期得到过的最好的消息。另一边，乔和艾瑞斯追查到了街头飙车的聚集地，沃利不出意料也在其中。就在沃利踩下油门的时候，沥青侠也杀了出来，整个柏油路摇摇晃晃。回到实验室的路上，威尔斯正准备把Zoom的事情告诉 Barry， 就被紧急电话给打断了。沃利危在旦夕的时候， Barry 冲进车里救了他，也救了举办方。当溅射的玻璃飞向艾瑞斯的时候， Barry 却怎么也追不上。艾瑞斯重伤住院，沃利知道自己有大部分的责任，于是他负责在医院照看姐姐。另一边的 Barry 陷入了沉思，因为自己的速度突然变慢，差点让艾瑞斯原地去世。起初只是慢了一点点，现在却不止一点点。威尔斯在一边淡定地听着，心里却翻滚了起来。他站起身来，选择了说出真相。每个人都有家人，自己不能再自私了。得知消息的乔怒把威尔斯关进了超能监狱，然后把抓起来的凶手当作诱饵，引出了沥青侠。Barry 则趁机把提前准备好的冷却弹扔了出去，被打回人形的沥青侠遭到了乔的一通飘飘拳。威尔斯虽然早就说过自己会为了女儿背叛，但他不想再伤害 Barry 他们了。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回到地球2，独自对抗 Zoom。只要关闭传送门， Zoom 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地球1。再三思索后， Barry 决定帮助威尔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人，他打算一起去地球2救回杰西。在此之前， Barry 关闭了城市里的51个传送门，只留下了实验室的最后一个。威尔斯扛起他娘的意大利炮，带着 Barry 和希斯科一起准备前往地球2。出发前姐警告 Barry 不要被平行宇宙发生的任何事情影响到自己。3个人就这样冲进了传送门，在隧道里他们看到了世间万物。在他们回来之前，杰和凯瑟琳必须稳定住传送门。来到地球2，威尔斯也终于回到了家。Barry 和希斯科对这个更有末日风格的地球2充满兴趣，一度像一个刚出村的娃子。在地球2，邪恶的休伊特也变得极其友善，但由于地球间的频率不同，希斯科没有办法震波到 Zoom 的位置。在地球2， Barry 成为了真正的法医。Barry 立刻把自己的2重身抓了过来，把他电晕后伪装成了自己，这样就可以去警局了解更多情报。在地球2，辛格局长成了罪犯，死射反而成了局长，只不过枪法极其的烂。而艾瑞斯却成为了警长，并且和 Barry 成为了夫妻。在地球2，凯瑟琳成了冰霜杀手，罗尼依旧是火风暴，两人成了冰火两重天夫妇劫匪组合，跟着艾瑞斯一起回到了家。本应该正常的一通电话，却让 Barry 热泪盈眶。电话另一边是自己的妈妈，10几年来 Barry 终于再次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威尔斯这边还在焦急地等待着 Barry 回来， Barry 却和艾瑞斯来到了酒吧，乔成为了驻唱，而且非常讨厌自己的女婿。突然冰火两重天闯了进来，他们接到了 Zoom 的消息，专门过来找一个跑错宇宙的人。艾瑞斯掏出枪准备逮捕他们，但冰霜杀手可没有凯瑟琳那么温柔。乔为了救艾瑞斯重伤倒地， Barry 把2个人带出了酒吧，本想靠嘴遁说服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愤怒。好在最终打退了2人，惹了这么大个麻烦。威尔斯当然是贼气，本来是过来救杰西的，现在反而乔和艾瑞斯的安全成了问题。不管在什么宇宙， Barry 都不会放弃他们。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彻底闭眼之前，他接受了女婿，说完就停止了心跳，悲伤化作动力。艾瑞斯准备把冰火两重天绳之以法，带上不会玩枪的死射，就准备出发。Barry 把希斯科请来帮忙，师徒4人就上路了。地球1这边，一个叫地捕师的超能力罪犯袭击了城市，闪电侠不在的话，
没人能阻止他。重任再一次降临到了杰的头上。为了让杰恢复神速力，凯瑟琳研发了终极7号，能让杰重新当回了闪电侠。但药效衰退得很快，战斗以失败告终。但杰的勇敢得到了乔的尊重。画面回到地球2，四个人找到了冰火两重天的藏身之地，却意外发现了希斯科的二重身。希斯科叫震波，二重身则叫逆震波。白瑞换装闪电侠对抗冰火两重天，死射则做出了一个惊天壮举，人体描边大师本尊没错了，被逆震波一个波动拳打晕了过去。就在白瑞被群殴蹂躏的时候，宗姆突然赶过来掏死了火风暴。宗姆下过命令，不能伤害任何急速者，说完也掏死了逆震波，唯独留了冰霜杀手一条命。白瑞被宗姆抓了回去。牢狱对面不仅有杰西，还有另一个铁面男人。现在白瑞被活捉，开场白变成了宗姆的天下。他的名字叫宗姆，如今最快的男人。他一生致力于杀死所有急速者，但现在他要杀死威尔斯。希斯科把所有事情告诉了威尔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成为了宗姆的猎物，现在必须赶紧逃命。地球2的白瑞被放了出来，这个脆弱不堪的男人都快哭了，搬出老婆艾瑞斯，命令他们放走自己。但现在好了，跑都跑不了了。宗姆已经来到了实验室，一秒杀死了所有警卫。威尔斯他们只能躲进密室。宗姆穿墙进来，却发现空无一人，全息投影救了他们一命。威尔斯把一切告诉了娘炮版白瑞，白瑞这边还在想办法逃出牢狱。铁面男人不停地敲着玻璃，白瑞发现这是摩斯电码，并且给了崩溃的杰西最后一丝希望。娘炮白瑞把威尔斯和希斯科全部都带回了警局，和艾瑞斯一起想办法。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他们决定直捣黄龙，袭击宗姆的老巢。眼下唯一知道位置的人只有冰霜杀手。地球1这边麻烦不断，凯瑟琳再度升级到了终极8号。这次杰可不打算放过地捕师。在大楼倒塌之时，杰把所有人救了出来。显然终极8号更加坚挺，接下来只要完善一下终极9号，就足以应付所有麻烦。地球2，白瑞和杰西把铁面男人的暗示翻译了出来，正是杰。白瑞表示，杰现在活得好好的，你放心吧。这下铁面男人彻底崩溃了。宗姆突然赶了回来，穿过了牢狱的玻璃，威胁白瑞。尽管白瑞遭受了一顿毒打，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还是找到了逃走的办法，只要模仿宗姆就可以逃出去。另一边，威尔斯找到了冰霜杀手。最了解凯瑟琳的人莫过于希斯科，他也利用这个优势逼问出了宗姆的老巢位置。好事不会同时发生。地球1的地捕师闯进了实验室，艾瑞斯和凯瑟琳智取打倒了他。此时的杰不知去向，等他回来时，地捕师已经被乔带走了。凯瑟琳成功研发了终极9号，这不但可以恢复杰的神速力，还可以让他的身体快速治愈。杰一激动就给凯瑟琳做起了人工呼吸。由于地捕师的袭击，实验室的传送门出现了问题。如果1个小时内白瑞不回来，那他们就永远回不来了。地球2的白瑞还在尝试逃出去，但2个地球的频率不同，想要逃出去也并非容易之事。威尔斯等人找到了宗姆的老巢，这次娘炮版白瑞也变得爷们儿起来了。威尔斯看到女儿的那一刻什么都值了，这次威尔斯绝对不会再让宗姆把女儿带走。冰霜杀手帮忙救出了杰西，但困住白瑞的牢狱是特制的，他也无能为力。宗姆很快就回来了，白瑞让他带着杰西快点逃跑，但另外一个白瑞突然站了出来。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白瑞嘴遁说服白瑞，白瑞被白瑞的勇敢和正义打动，一个只是普通的白瑞，另一个却是闪电侠。再次尝试震动后终于成功了。此时宗姆也赶了回来，铁面男人来不及救走了。冰霜杀手为了希斯科也为了罗尼拖延住了宗姆。白瑞临走前告诉铁面男人自己会回来救你。传送门还剩几分钟就会彻底关闭，杰必须注入终极9号稳定住传送门。完美的终极9号让杰拥有足够的速度，他和乔成功稳住了传送门。地球2上，艾瑞斯决定带着白瑞逃到亚特兰蒂斯躲避宗姆，威尔斯决定带着女儿一起回地球1。宗姆已经杀来抓住了威尔斯，关键时刻威尔斯的缓速针争取到了时间，白瑞则立刻带他们回到了地球1。杰也随时准备关闭传送门。就在大家开始庆祝的时候，宗姆突然杀死了杰，而传送门也被彻底关闭。同时挚友白瑞想冲回去找宗姆报仇，但全程52个传送门已经永久性关闭。宗姆成为了过去式，威尔斯和杰西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凯瑟琳又一次痛失了自己的爱人，罗尼和杰的双倍伤害让他不敢面对现实。威尔斯让白瑞把地球2的事情保密，他们需要勇气继续生活。地球2的秘密，白瑞从此只字不提，他也是时候放下宗姆，放下地球2的所有心结。无止境的打击犯罪是他忘记过去的最好办法。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在家，白瑞心里始终惦记着地球2死去的乔，也因为这个无意间忽略了沃利，这让本就不待见他的沃利心里更是不爽。曾经被宗姆派来杀闪电侠的鲨鱼王已经被天眼会控制了起来。当晚，鲨鱼王假死骗过了守卫逃了出去，
天眼会老大莱拉跟丈夫迪哥直接找上了 Barry， 因为鲨鱼王的目标是杀死闪电侠，找到 Barry 才找到鲨鱼王的最快办法。鲨鱼王是ZOM派来的最后一个敌人，解决掉他 ，Barry 可以彻底摆脱ZOM的阴影。威尔斯知道鲨鱼王的本名拉姆顿，粒子加速器让他变成了这个模样。地球仪的拉姆顿在爆炸时当场死亡，但他有一个遗孀，而他恰好是专门研究鲨鱼的博士。希斯科和凯瑟琳登门向他要了一份报告，拜瑞则在水岸边搜索了无数次，都不见鲨鱼王的踪迹。迪哥让拜瑞不要像奥利弗一样，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着。天眼会士兵找到了鲨鱼王，还没来得及报信儿就被爆了头。今天的任务只能作罢。晚上，沃利把自己的涡轮跑车设计图给拜瑞看了看，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设计。拜瑞给了他几个建议，这对沃利来说就像是否定，两个人的关系又变得尴尬了起来。另一边，希斯科发现凯瑟琳最近很是诡异，在逼问下，他终于忍不住把冰霜杀手的事情告诉了凯瑟琳。凯瑟琳也表示自己不可能是变种人，自己最近变得冷漠也只是因为杰的死而已。威尔斯编写了很多公式算法来追捕鲨鱼王，但他也没什么头绪。杰西在帮助父亲一起想着办法，而拜瑞这边他试图给沃利解释着什么，可得到的却是不理解。沃利背上包准备离开，鲨鱼王突然掀翻了屋顶，他这次直接杀到了拜瑞的家里。乔给了拜瑞一个眼神，拜瑞立刻吸引了鲨鱼王的注意力，传送门被全部关闭。拜瑞告诉鲨鱼王，你已经没办法回家了。被激怒的鲨鱼王一拳揍飞了拜瑞。天眼会赶过来后，鲨鱼王才选择了逃跑。拜瑞再次回到家里，沃利却把他当成了只会逃跑的懦夫。乔和艾瑞斯总是说着拜瑞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孩子，但在沃利看来，拜瑞不过如此。沃利离开后，拜瑞终于道出了实情，在地球2所见的一切让他感到真的失去了乔。如果自己没有选择去地球2，另一个乔也不会丧命。尽管杰警告他不要再被地球2的事情困扰，但 Barry 做不到。如果不是自己，ZOM也不会杀死那么多人。至于鲨鱼王是如何找到 Barry 的家，凯瑟琳根据报告发现，鲨鱼的狩猎方式是通过电流定位，鲨鱼王能感受到 Barry 体内的电流，这也帮助他们引出了鲨鱼王。希斯科打造了一个和闪电侠一模一样的诱饵，威尔斯和杰西写出了追踪鲨鱼王的公式。等了几个小时，鲨鱼王终于上钩了，但他没有因此中计。白瑞为了不伤及无辜，开始水上漂。在海里，鲨鱼王的速度不比闪电侠慢多少。白瑞以鲨鱼王为中心，抛出了一个巨大漩涡，利用神速力导电将鲨鱼王电昏了过去。鲨鱼王被天眼会带走，加强了监管。结束后，乔把白瑞儿时悲惨的童年告诉了沃利，他只想让沃利知道，白瑞是最坚强的孩子。两个人都是他最爱的儿子。白瑞最终放弃了ZOM，但他放下的是阴影。他打算找ZOM复仇，他一定要让地球2恢复和平。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他一定会打败ZOM。地球2，ZOM把杰的尸体带到了铁人的面前。当他摘下面具后，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个杰。白瑞为了让自己变强，找到了一个又远又深的大峡谷，想要越过去，要比现在的速度快几倍才可以。第一次尝试，白瑞险些丧命，好在希斯科用无人机接住了他，这也让白瑞知道变强的过程会十分艰难，想要对抗ZOM一点也不简单。大伙决定给自己放个假，为了保证女儿的安全，威尔斯给了她自己的手表，用来识别变种人的身份。在夜店里，大家玩得很嗨。沃利也和杰西出枪时，手表总是对着 Barry 滴滴响，气得杰西跑到厕所准备拆了它，却意外听到了威尔斯的录音。大致意思是他会为了救回女儿而去杀人。忽然出现了一个急速者，眨眼功夫抢走了夜店所有人的贵重物品。Barry 赶快追了上去，却发现自己根本追不上。这下闪电侠被市民当成了抢劫犯，并且身上的闪电和 Barry 是同一个颜色。杰西把录音展示给了威尔斯，他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如此冷血。但事实，威尔斯就是这么狠的人。为了女儿，他杀死过乌龟人。但眼下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这个神秘急速者。第一，传送门已经被全部关闭，不可能是来自地球2的。第二，粒子加速器爆炸时只产生了 Barry 一个急速者，能够成为急速者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一个了。凯瑟琳把终极9号血清的事情告诉了 Barry， 瞬间恼怒了，自己这么拼命想要让速度变快，结果你们现在才告诉我有这种玩意儿。这个药可以让人获得神速力，但它的副作用更加危险。希斯科试图安慰凯瑟琳，却意外震波到了ZOM的存在。还没反应过来，神秘急速者又开始抢劫了。Barry 第一时间追了上去，虽然依旧没有追上，但他看见了对方是一个女人，而且穿着一身和自己同样材质的战服。凯瑟琳想起了自己研发终极9的时候，请了一个朋友帮忙。为了保险起见，凯瑟琳只告诉了伊丽莎8个元素中的3种。她和乔一起找上了伊丽莎，伊丽莎表现得再正常不过了。凯瑟琳选择了相信，但这只是表象。伊丽莎因为使用了终极9，已经产生了人格分裂，邪恶的人格总是在引导着她继续使用终极9，而她手中只剩最后一瓶。伊丽莎选择先干为敬， Barry 这边也拿着终极9摇摆不定。威尔斯看出他的顾虑，让他不要注射这个。Barry 想在这个全民开挂的时代让自己变强。
但他每一次妥协都会丧失一些人性。威尔斯撂下一句当一个好人后转身离开了。白瑞最终选择放弃。此时伊丽莎突然冲进实验室，把白瑞关进了超能监狱，并且打到了桥。伊丽莎过来是为了终极酒，分裂的人格让她暴露了身份，为了恐吓希斯科开了一枪，也因此让希斯科又一次震波到了Zoom。最后一瓶终极酒已经被白瑞砸烂。伊丽莎准备杀死杰西，威尔斯却表示自己可以帮他，现场和凯瑟琳一起制造。为了保险起见，伊丽莎把第一针刺进了杰西体内，看杰西没事儿，伊丽莎才拿走了其他几瓶。刚把白瑞放出来，杰西就倒地抽搐，口吐白沫，唯一疲惫血醒的人只有威尔斯。终极酒排出体内后，杰西才醒了过来，威尔斯已经贫血到满脸苍白。尽管这样，他还是在安慰着女儿。为了女儿，他可以给伊丽莎血清，也可以不顾别人的安慰。杰西却把这一切当成了自私。凯瑟琳在终极酒里放了微型 GPS。此时的伊丽莎正在大桥上反复奔跑，企图杀死桥上的所有人。白瑞把桥上的200个百姓全部都救了出来。此时的大桥也瞬间崩塌，两头的距离和峡谷间的距离大差不离。白瑞决定越过去阻止伊丽莎。白瑞摆好了起跑姿势，以3倍音速的速度越过了大桥，撂倒了伊丽莎。白瑞把威尔斯送给自己的话转述给了伊丽莎，企图让她改邪归正，但伊丽莎还是把所有的血清注入了体内。闪电的颜色也从黄色变成了蓝色。没跑出去多远，伊丽莎就因为速度太快而蒸发，地上只剩下了一套战衣。艾瑞斯还借此机会写了一篇报道，还闪电侠一个清白，而杰西选择了默默离开，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展开自己新的生活。白瑞在伊丽莎蒸发前看到了蓝色的闪电，这和 Zoom 的闪电一模一样，证明 Zoom 也在用着终极酒，也证明了 Zoom 的身体需要治疗，所以他才需要白瑞的神速力，就像是将死的杰需要神速力恢复身体一样。希斯科趁机把震波到Zoom的事情说了出来，并且2次都发生在钢盔附近。想要验证答案，只有一个办法。白瑞砸碎了玻璃，拿出了钢盔。希斯科再一次震波到了Zoom，这次Zoom摘下了面具，正是杰，杰就是Zoom。这是第2个欺骗了白瑞感情的极速者，先是逆闪电丝网，又是Zoom杰。同样的错误，白瑞犯了2次。他们每个人都是来利用白瑞的。知道真相以后，白瑞开始无止境地寻找让自己变快的办法。白瑞翻阅了所有关于速度的书籍。晚上，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吃着晚餐。沃利对白瑞的态度开始好转，他提及了自己设计上的一个新想法，利用更小的推进力突破更快的速度极限。沃利没办法去询问那些早已死去的智者，但他可以通过书刊去了解学习。这给了白瑞一个提示。白瑞想到了斯旺，他想要穿越回去找斯旺帮忙，让他告诉自己提速的办法。这个想法过于疯狂加愚蠢。威尔斯贼讨厌扰乱时间线，如果斯旺知道了未来的事情，那又将会有无辜的人死去。不过白瑞心已决，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首先，白瑞将回到抓住哈利的时间线。那个时间线的威尔斯因为加速器事件被所有人记恨，包括白瑞。抓住这个时机去问话的话，应该不会留下破绽。走之前，凯瑟琳给了白瑞一管麻醉剂，足以让1年前的白瑞昏睡6个小时。在穿越的过程中，白瑞意外地看到了时间亡灵。此时的白瑞正在抓捕哈利。就在哈利出手的一瞬间，白瑞把自己抓了过来，正要注射麻醉剂的时候被躲开了。经过一瞬间的交手后，过去的白瑞还是被一针扎晕了过去。有了之前的教训，白瑞提示希斯科取出哈利的助听器。此时的斯旺表现得还很正常，白瑞把自己的问题全部都问了出来，假装自己是为了打败逆闪电。斯旺迟疑了一下，选择帮助他。1年前的警局，艾迪还在和乔商量着艾瑞斯的事儿。忽然间，亡灵袭击了警局，警报响起后，白瑞只能赶过去。但时间亡灵早已消失。收拾残局的时候，白瑞看到了艾迪，这个已逝的好朋友又一次站在自己的面前，让白瑞百感交集。斯旺显然知道时间亡灵是什么，他把白瑞单独叫去谈话，却突然间起身打晕了白瑞。这一晃就是几个小时。再次醒来的斯旺问出了一系列问题。时间亡灵专门追杀扰乱时间线的人，种种诡异的迹象根本骗不了斯旺。白瑞只能说出了真相，自己是来寻求帮助的。既然未来的白瑞还活着，证明自己失败了。知道自己最终没有回到家，斯旺有点崩溃。15年的计划还是失败了。正要杀死白瑞的时候，白瑞瞎编了一个瞎话，说最终你还是回家了。一顿连哄带骗，想要说服斯旺。斯旺却认为白瑞大老远的穿越过来只是为了送死。幸亏白瑞留了一手，他藏了一封信给过去的白瑞，里面有打败斯旺的教程。互相威胁之后，斯旺决定帮助他。时间亡灵突然杀到了实验室，希斯科和凯瑟琳一起躲进了哈利的超能监狱，但这也拖延不了多少时间。哈利利用自己的声波装置击退了时间亡灵，大反派哈利居然成为了救他们性命的人。现在只能先解决时间亡灵，才有可能继续知道白瑞。白瑞只好回到警局寻找时间亡灵留下来的线索。恰好艾迪赶了过来，白瑞想为艾瑞斯留一点纪念，于是让艾迪录了一段生日祝福。实验室这边，过去的白瑞苏醒了过来，这下全部露馅了。白瑞成功的扰乱了时间线，斯旺赶紧打岔帮忙解释。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白瑞学会提高速度后，赶快滚回到原来的时间线。斯旺把自己的毕生绝学拷贝给了白瑞，根据里面的教程，白瑞就可以变强。临走前，白瑞把罗尼的事儿提示给了希斯科。白瑞告别了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在时间亡灵追杀的过程中，白瑞无法冲破虫洞。过去的白瑞选择过去帮忙，这才让白瑞成功回到了未来。由于时间线已经被改变了，希斯科和凯瑟琳已经提前1年做好了对抗时间亡灵的准备。就在白瑞被时间亡灵吞噬生命时，哈利依靠自己的声波打散了时间亡灵。这一年，哈利也洗白变成了他们的好伙伴，掏出斯旺的 U 盘，变强的办法浮现在了眼前。威尔斯到现在还没有杰西的下落，但他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至少白瑞完全相信他。回到家后，白瑞把艾迪的录像送给了艾瑞斯，这是帮他走出阴影的最好办法。接下来白瑞要做的就是按照斯旺的教程走，然后干掉纵。白瑞悲惨的童年大家都知道，杰也不例外。在杰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詹姆斯·所罗门是一位战士，可詹姆斯却格外暴力，拥有虐人倾向，把自己钢盔送给了儿子，并当着杰的面杀死了他的妈妈。在那之后，杰被孤儿院收留，并用自己的本名亨特·所罗门长大成人。巨大的童年阴影严重影响了亨特，他成为了连环杀人犯。亨特被捕后，政府也将他关进了疯人院接受治疗，或者说接受电疗。直到某一天，威尔斯的粒子加速器发生了爆炸，一个邪恶的极速者就此诞生。相反，白瑞成功走出了阴影，成为了英雄。按照斯旺的教程，白瑞设计出了光速粒子增强器，这相当于移动加油站，让白瑞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速度超过他原本的几倍之多，甚至还能更快。白瑞一提速，意外冲破了时空，来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恰好接住了坠楼克星女孩卡拉丹佛斯。跑出几十公里，白瑞才发现眼前的这个女孩不简单的。卡拉来自克星，是超人克拉克的表姐，本应该过来保护表弟，却阴差阳错的跑错了轨道。来到地球时，克拉克早已长大成人，被白瑞救下前，卡拉遭遇了敌人。只不过这颗星球没有人听说过闪电侠，而白瑞也从未听说过超女。这下白瑞怎么回去都成了难题，他只能留下来想办法。在此期间，顺便帮助卡拉对付敌人。现在有2个棘手的变种人，白瑞凭借自己科学天赋定位了敌人，但超人家族从不制定作战计划，莽夫是他们的代名词。当白瑞和卡拉找上对手的时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白瑞用绕圈圈丢闪电，反而给对方充了电。情急之下，卡拉口吐芬芳，白瑞欧拉龙卷风拖延了一下时间，选择择日再战。白瑞过来安慰卡拉，才得知几个星期前卡拉曾被敌人控制，黑化之后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让超女在人们的心中的地位一落千层，成为了罪人。白瑞有着贼多被污蔑的经验，3言2语就点破了卡拉心里最大的障碍。为了让敌人的声波失效，白瑞打造了一对耳塞，再次面对敌人的声呐，两人没有任何反应，分头对抗2名变种人。卡拉为了保护市民，被电疗电到浑身麻痹。市民们看见后奋不顾身护在了超女面前，在消防士兵的帮助下，让他们自己电昏了自己。超女和闪电侠一起成为了英雄。解决完对手后，白瑞也是时候回家了。他们要做的就是赛跑，让卡拉助推白瑞冲破时空。第一次拼速度看不出胜负，白瑞回到了自己的世界，时间却仅仅过了不足1秒。但好在斯旺的教程起了效，白瑞现在的速度已经超越了 Zoom， 只要想办法打开通往地球2的通道，就可以干掉 Zoom。威尔斯建议白瑞忘掉 Zoom， 关闭了传送门，想去地球2根本不可能。希斯科想了一夜，想出了一个方案，用核弹炸了国家电网，这样说不定就能够打开平行宇宙。白瑞回忆起了地球2的逆震波，他能够操控多元能量，也许他能够操控多元宇宙之间的联系，证明希斯科也能做到。尝试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白瑞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让希斯科反复尝试。在一家医院里，白瑞找到了一处残存着多元能量的地方，在这儿，希斯科也许可以打开传送门，但结果还是失败了。威尔斯知道白瑞不会停手，为了保证白瑞不丢掉性命，他也参与了行动，并且改造了希斯科的护目镜。眼镜的确增强了希斯科的多元能量，就连 Zoom 都察觉到了希斯科，可最终希斯科选择了停手。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打开通道。希斯科害怕自己觉醒了多元能量之后会变成逆震波，会变成像二重身一样的大罪犯。白瑞安慰他说，你不可能成为逆震波，逆震波没有朋友，但你有我们。作为最好的朋友，白瑞决定陪他度过每一关。希斯科想开之后打算放手一搏。出发前，凯瑟琳提到了杰的二重身，曾有一次机会，杰带凯瑟琳找到了自己的二重身亨特·所罗门。这个名字威尔斯再熟悉不过了，在他的世界，这个人是连环杀人犯。就这样，他们才发现杰的名字不属于他，这个名字已经侵权了。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杰就是他的本名，亨特·所罗门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威尔斯讲述了亨特的所有遭遇，白瑞借此想到了一个对抗 Zoom 的主意。希斯科打开了传送门， Zoom 准时赶到，可他这次怎么也追不上白瑞。白瑞一路引导着 Zoom 步入他们设下的陷阱，通过博弈激怒了 Zoom。第一道陷阱就是亨特的爸爸，但这也只是拖延了 Zoom。
第二道陷阱便是他的妈妈，这彻底扰乱了 Zoom 的心智。Barry 趁机制服了他，也摘下了他虚伪的面具。利用家人这招让 Zoom 万万没有想到，自以为的小聪明早就被 Barry 他们盘算了出来。Barry 试图劝说亨特接受治疗，但黑暗早已把亨特完全吞噬，他挣脱了束缚，消失在了中心城。当晚独居家中的沃利就被 Zoom 活捉，救回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自己的神速力。可沃利根本不知道 Barry 就是闪电侠，还以为闪电侠不会来救他。Barry 最终决定放弃速度，救回自己的家人。希斯科用钢盔震波了 Zoom， 和他约了一个时间交易神速力，把沃利安全送走之后，亨特才解释起了所有事儿。他杀死的杰只是自己的时间残留。Zoom 意识到自己要露馅，于是穿越到了几分钟之前，找到了自己，说服了自己之后，演绎了一场我杀我的狗血剧情。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让 Barry 痛失挚友，然后开始让自己变强。事情似乎一直在按照着 Zoom 的剧本继续着。然而地球2的闪电侠也是亨特自己扮演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打败闪电侠，然后让所有人失去希望。威尔斯用之前偷速度的设备拿走了 Barry 的神速力， Barry 的速度越来越慢，最终变成了一个满头大汗的普通人。亨特注入了 Barry 的所有神速力，一激动还打算杀人灭口。凯瑟琳拼命阻拦，毕竟他们曾经相爱过，但也因此凯瑟琳成为了新的人质。失去速度后的 Barry 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坐公交车上班，一页一页地看着调查报告。没有神速力的他也没有办法救回凯瑟琳，这下Zoom彻底为所欲为了。威尔斯立刻启程去寻找女儿，不让杰西再次被绑架。另一边，凯瑟琳被关在了秘密基地，Zoom并不想伤害她，在他心里两个人的感情依旧存在。凯瑟琳在这里不但看到了铁面人，还见到了被活捉的冰霜杀手。他需要凯瑟琳帮忙逃出去，这样两个人都有机会离开。凯瑟琳通过给特制玻璃导电让其变脆，冰霜杀手也成功逃脱，而且突然翻脸要干掉凯瑟琳。就在他准备杀死凯瑟琳的时候，霸道总裁 Zoom 赶了回来，一记冰锥偷桃杀死了冰霜杀手。另一边，威尔斯找到了杰西，但女儿不想跟他走。失落的威尔斯独自开车回去，路上被变种人偷袭活捉。变种人叫格里芬，粒子加速器让他变成了力大无穷的怪物，而且每用一次超能力就会衰老一次。眼前这个大叔今年才刚满18岁，他强迫威尔斯打造设备让他恢复原样。威尔斯被活捉后，实验室第一时间带回了杰西。Barry 失去速度后救回凯瑟琳都困难，更别说去救威尔斯了。通过最后的行车记录仪，他们调查了格里芬的身世。这会儿格里芬正准备给威尔斯偷材料呢。Barry 三人赶了过来，交手中 Barry 被砸断了肋骨，但他也看到了格里芬变老的秘密，这将是他不靠速度打败格里芬的最好办法。只要激怒格里芬，让他一直使用超能力，最终格里芬就会变成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头。在此之前，希斯科跟原子侠借了点材料，增强了战衣的抗击打能力，但这也仅仅能扛住格里芬的一击，多扛一下就得计划着给 Barry 办理后事了。此时的威尔斯还在拖延着时间， Barry 他们终于赶到了，冲过去就还给他飘飘拳。中了激将法的格里芬也开始慢慢变老。Barry 中了格里芬的全力一击，并且躲过了其他2拳。在最后一拳击中 Barry 时，格里芬直接原地老死，死后变成了18岁的模样。因为这件事儿，杰西原谅了威尔斯。在失去杰西妈妈以后，威尔斯就像是变了个人，他无法忍受任何人伤害自己的家人。杰西让父亲保证永远不要再伤害别人，这样他就永远不会离家出走。晚上，沃利在乔的安排下见了救命恩人闪电侠，他不想浪费闪电侠赐予他的第2次生命，只是沃利不知道闪电侠已经变成了平凡人。Barry 想要重新拿回速度，威尔斯告诉了他最后一个办法，重现一次粒子加速器的爆炸。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还有待商榷，他们只能先依靠全新投影的闪电侠来打击罪犯，能否抓住罪犯全凭他们对闪电侠的想象力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威尔斯依旧认为粒子加速器是最后的希望，但上一次的爆炸几乎毁了所有人，但那是斯旺故意为之。威尔斯坚信自己可以稳定加速器，可以不伤及其他的人，心中没了答案。Barry 找到了父亲，并且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父亲。亨利他表示杰的姓氏和 Barry 奶奶一样，在儿子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亨利打算回到实验室陪伴他。Zoom 再次来到了警局，他这次是要来宣布控制权的。Zoom 要让这座城市变成自己的玩具。警局完全被控制，威尔斯见识过 Zoom 的这招，目的就是为了宣布自己的霸主地位，顺便招募小弟。Barry 内心是越来越纠结了。凯瑟琳被圈养在了警局，Zoom 随时可能大开杀戒。乔和威尔斯一致决定把杰西和沃利关进密室来保证安全，而2个父亲1个导师却因为 Barry 该不该依靠粒子加速器拿回速度而产生了争执，但最终决定权还在 Barry 手里。另一边，希斯科因为白天震波到了哥哥丹提会有危险而去约见了他，2个人也遭到了丹提的2重身。逆震波的兄弟破裂本来是给弟弟报仇的，结果被希斯科一手倒车入库撞飞了出去。现在Zoom不但掌控了全场，还召集了地球2的各种反派。
Barry 的压力变得无比巨大，可他就是下不定决心。这段时间，艾瑞斯对他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曾经的爱是出于家人的爱，现在却仿佛有些升华。另一边，宗姆命令破裂去干掉集结的警察，地点被凯瑟琳偷听到，捡了一个犯人留下的手机给实验室报了信儿。Barry 明知山有虎，却决定义无反顾冲过去，否则将会有无数警察丧命。破裂按计划来到了警察的新据点，闪电侠的全息投影拖延了足够的时间，乔和辛格队长趁机抓捕了破裂。记者们到现场报道了战况，看了新闻，宗姆才知道凯瑟琳出卖了自己，一怒之下冲过去杀死了所有的警察记者。这一幕被全程直播。Barry 冲过去想要阻止宗姆，气愤的宗姆挥手掏死了破裂，端起摄像机告诉了全城的人，闪电侠是假的，没有人能够拯救你们。看着直播的希斯科意识到了哥哥有多么重要，两人相拥而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闪电侠已经不复存在，那些躲在阴暗的恶人们开始陆陆续续重返光明。Barry 终于下定决心重新拿回神速力。威尔斯提前打造了一台微型粒子加速器完善版，想要拿回速度就必须还原 Barry 被闪电击中时的所有细节。希斯科逃出对付马丁的法杖，站在天台引天雷。Barry 则进入了粒子加速器，正在启动的时候，杰西和沃利偷偷跑了出来。闪电加上粒子加速器，所有的力量一股脑的全部涌入了 Barry 体内。Barry 一瞬间灰飞烟灭，扩散的粒子击中了沃利和杰西。Barry 消失后，只留下了破损的战俘。宗姆赶过来后，表面冷冰冰，心里却是笑嘻嘻啊。Barry 的死直接宣布了他的胜利，但 Barry 并没有因此死亡，而是进入了神速力当中。神速力之外，因为冲击，杰西和沃利双双倒地，沃利却像没事人一样，杰西却停止了心跳。Barry 睁眼发现自己在儿时的家中，房间的装潢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但凶案早已发生。Barry 看到的第一个面孔是乔，亦或者说是神速力本体。再次回到心理阴影的起源地， Barry 感觉糟糕透顶。神速力给 Barry 讲述他们的由来。对于体内的神速力， Barry 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一场大爆炸诞生了宇宙，而爆炸所释放出的第一颗亚原粒子形成了世界，神速力就在其中。他们见证了世界的诞生，也见证了世界的毁灭。他们是宇宙能量的衍生物。神速力给了 Barry 两个选择，要么抓住它，抓住自己的力量，要么回到现实继续当个普通人。Barry 跟随着黑影追到了湖边，神速力再次以艾瑞斯的面孔出现。这些熟悉的地方并没有让 Barry 感到安心，宗姆还在外面威胁着世界。他试图告诉神速力自己有多么珍惜自己的速度，他利用这份恩赐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但其实这些神速力一直看在眼里。在现实世界，威尔斯还在想着办法唤醒杰西，他想按照斯旺唤醒 Barry 的方法重试一次。希斯科和艾瑞斯到了仓库，翻出了斯旺的记录，但粒子加速器的爆炸影响到了停尸房的东尼，东尼变成了行尸走肉。威尔斯把女儿交给了亨利看守，自己则去想办法对抗诈尸的东尼。希斯科震波到了 Barry 处在神速力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回 Barry。 威尔斯升级了一套新的设备，这样可以让希斯科通过震波找到 Barry。 此时 Barry 对神速力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希斯科的声音出现在了神速力之中。神速力再次给了 Barry 同样的两个选择，为了拿回速度拯救所有人， Barry 放弃了回家的机会，再次追随着黑影而去。希斯科的尝试失败了，东尼还在大肆破坏，但他没有伤及无辜。亨利认为东尼还存在着潜意识，他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再次绑架艾瑞斯。Barry 追到了母亲的坟前，这次神速力以父亲的面孔出现，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 Barry 受够了。神速力告诉 Barry， 虽然你拯救了无数的人，去过无数的地方，但你从未来过你母亲的墓碑前。一切事情的起因全部都是因为诺拉的死。神速力知道 Barry 一直没有真正接受现实，一直没有接受母亲的死，回到墓碑前只会让痛苦的记忆重新浮现在眼前。 Barry 起身继续向下一个黑影追去了。此时艾瑞斯已经把东尼吸引到了实验室里，希斯科提前准备的武器毫无卵用，所有人一起躲进了地下室。东尼也正拿着无情铁杵无情砸门。 Barry 追随着黑影再一次回到家中，但这次神速力的面孔是他的母亲。神速力伴其他人都让 Barry 感觉到不真实。在母亲面前， Barry 放慢了速度，耐住了性子。诺拉告诉 Barry， 只有接受了他的死亡， Barry 才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奔跑。这些 Barry 何尝不知道呢？他只是太思念自己的妈妈了。神速力告诉 Barry， 你的妈妈一直都以你为豪，这也是神速力自己的想法。诺拉给儿子读着小时候 Barry 最喜欢的故事，这个故事 Barry 听过无数遍，从没有感到厌倦。小恐龙和妈妈的故事也让 Barry 准备好接受现实了，准备好回去继续奔跑。他没有去追黑影，而是抓住了黑影。黑影也正是 Barry 自己。现实世界，东尼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艾瑞斯决定让希斯科把自己带入神速力。这次 Barry 已经放下了心中的顾虑。临别前，妈妈说出了那句必胜台词 Run, Barry. Run. 伴随着艾瑞斯伸来的手， Barry 回到了现实。没有时间庆祝 Barry 的回归，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被东尼削死了。
拜瑞带着艾瑞斯引走了东尼，然后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让东尼彻底安息了。杰西依旧没有苏醒，拜瑞走过来握住了他的手，神速力流入了杰西体内，杰西也慢慢睁开了眼。大家对拜瑞的神操作还是一脸懵逼，威尔斯却是猜出这和神速力有关。重获新生的拜瑞变得比以前更加乐观了，亨利也打算一直陪在儿子身边。拜瑞来到了母亲的墓前，留下了自己最喜欢的故事集。另一边，祖母还在圈养着凯瑟琳，但祖母给了凯瑟琳一个选择，如果她回来后凯瑟琳还在，就是选择了自己，反之的话她会在下次见面时杀死凯瑟琳。而祖母已经招募了大批变种人小弟，准备席卷整座城市，所有警察集结起来对抗变种人，可他们毕竟只是普通人，还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拜瑞一夜之间平息了这座城市的所有暴乱。第二天，凯瑟琳果然选择了自己的伙伴，这就意味着祖母也会对他下杀手。被圈养的这段时间，凯瑟琳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折磨。拜瑞一点一点地把最近的事情讲给了凯瑟琳听。黑海妖突然吹到了蒂娜的实验室，希斯科本来想劝一劝最近盲目乐观的拜瑞，却一瞬间震波到了一只死掉的鸟，这让他摸不着一点头绪。蒂娜被困在了大楼内，拜瑞及时赶过来救出了蒂娜，而他早就知道拜瑞就是闪电侠。消失了几天的沃利一直都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打击罪犯，幸亏乔早就发现了儿子的不对劲儿，要不然沃利今晚就要去世。沃利只想让闪电侠知道自己这条命值得被救出来。另一边，拜瑞把蒂娜的实验室的黑匣子翻了出来，这里面记录了水星实验室的所有数据。还没来得及查看呢，祖母就公然挑衅闪电侠。拜瑞自从走出神速力之后，就变得无所畏惧，不听父亲的劝，直接跑过去找祖母。祖母想和拜瑞谈谈条件，拜瑞是如何恢复速度的，让他很感兴趣。他们有着一样的童年遭遇，却走了相反的道路。祖母想让拜瑞变成像他一样的人，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拜瑞的弱点就是家人。谈话间就派黑海妖再次袭击了城市，但这次拜瑞根本来不及赶过去。现在搞不定所有残留的变种人，就没办法对抗祖母。既然他们都来自地球2，那就用地球2的频率制裁他们。希斯科再次震波到了鸟，但这次死了一大片。乔找到拜瑞，想让他劝劝沃利，这个中二少年只有闪电侠能拦得住。当晚，拜瑞就找到了准备打击罪犯的沃利，但沃利的正义打动了拜瑞。黑海妖吸引走了拜瑞，黑海妖就是奥利弗死去的前女友，不过他是来自地球2的二重身。分心的拜瑞被黑海妖的喊叫声吵到耳鸣，大脑一阵昏厥，挨了一顿胖揍。好在沃利一路尾随拜瑞，一手逮家伙救走了闪电侠，这也让拜瑞对沃利另眼相看。他认为乔应该试图去理解沃利。祖母有着自己更大的计划，黑海妖只是他吸引闪电侠注意力的一颗棋子。经过不懈努力，威尔斯和希斯科终于设计出了一套专门对付地球2变种人的设备，这也多亏了哈利的帮忙。杰西和威尔斯只要带上耳麦就能够抵御伤害，拜瑞需要做的就是围绕全城急速奔跑，创造一个隔绝立场。此时的黑海妖已经开始吸引闪电侠的注意力，吸引来的却是逆震波和冰霜杀手。事实他俩就是希斯科和凯瑟琳假扮的，为了就是给拜瑞拖延时间。尽管演技逼真的亚痞，但是希斯科犯了一个错误，逆震波是左撇子，拜瑞已经创造了结界，黑海妖准备杀人灭口，希斯科一害怕使出了波动拳，声波开始在全城反复横跳，祖母和变种人全部都受到了伤害，被迫回到了地球2。杰西的耳麦忽然失灵，威尔斯忍着痛苦把耳麦给女儿带了上去，自己却晕倒在地。黑海妖被关进了超能监狱，警方也夺回了警局的控制权，大家享受着这份短暂的和平。沃利的英雄举动让乔感到很欣慰，只是他不知道闪电侠就坐在他身边。就在这时，希斯科又一次震波到了死去的鸟，紧接着就是地球2的末日场景。希斯科再次遇见了未来，还没反应过来，祖母就挟持了亨利。拜瑞想都没想就追了过去。这一刻，沃利也终于明白，拜瑞就是闪电侠。祖母一路把拜瑞带去了曾经失去母亲的地方，亨利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亨利只告诉儿子，父母会永远爱他，说完就被祖母夺去了生命。在同样的地方，拜瑞失去了双亲，刚刚从神速力中获得的勇气，在这一刻全部消失了。他只能抱着父亲的尸体，无助地流着眼泪。等了15年的陪伴被祖母亲手夺走，拜瑞把心中的怒火全部朝着祖母发泄了出去。追击过程中，祖母又一次创造了时间残留，拜瑞抓着时间残留暴打一顿，全都是想要他的命啊！但结束祖母性命的人却是祖母自己。拜瑞还是没有决心杀人，这次他彻底输给了祖母。亨利被安葬在了诺拉的身边，拜瑞连说出致死的勇气都没有。乔替他完成了仪式，拜瑞只在父亲的墓前发誓会干掉祖母。沃利过来安慰拜瑞，也感谢了拜瑞所做的一切。祖母已经有实力自己打开传送门，平行宇宙之间他可以来去自如。拜瑞几乎感受不到生活的希望，他本以为自己终于接受了母亲的死，可刚刚放下过去，父亲就死在了自己的面前。有那么一瞬间，拜瑞都想穿越过去改变历史。祖母主动找上了门，他的目的就是成为最快的急速者，所以他要和闪电侠拼一拼速度，谁快谁就能决定生死。如果不比，就再杀一个拜瑞的家人。
威尔斯终于调查出了水星实验室丢失的是什么，一套脉冲仪器。被加以利用的话，将会是一个足以毁天灭地的武器。它和 Barry 产生的动能将会给仪器充电，释放的能量可以毁灭整个地球。这就是希斯科震波到的未来。但佐姆不仅仅想要毁灭地球2，他拥有开启传送门的实力，他的目的是毁灭所有的平行宇宙。Barry 已经决定要去和佐姆赛跑，可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刚刚遭遇了丧亲之痛。为了保险起见，威尔斯打晕了 Barry， 把他关进了超能监狱。他们准备靠着自己打败佐姆，这是保护 Barry 最好的办法。首先，他们要引出佐姆，凯瑟琳就是最佳的人选，并且寻找时机让希斯科把他传送回地球2，然后毁掉脉冲仪器，就大功告成了。不过凯瑟琳忘了一件事，他上次逃走之后已经失去了佐姆最后的一丝爱。这次佐姆决定杀死凯瑟琳，幸亏这是全息投影，威尔斯趁机控制住了佐姆，希斯科则打开了传送门，乔的减速枪却掉了链子，他只能亲手注射到佐姆的体内，也顺势被带到了地球2。希斯科尝试了无数次震波，企图寻找到乔，但毫无线索，计划彻底失败了。沃利得知父亲被活捉之后几乎崩溃了，而白瑞还被他们关进了超能监狱。沃利想要救回父亲，但计划开始之前，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不管谁被抓走或者死亡，都不要再次打开传送门。乔被抓进了秘密基地，和铁人成为了邻居。佐姆给他讲了铁人的故事，他成为佐姆之后，很快征服了地球2。为了征服更多的地球，他注射了终极9号，因此获得了突破次元的速度。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了铁人，或者叫他杰加里克，杰是地球3的闪电侠，现在成为了佐姆的战利品。终极9的副作用很快显现出来了。为了活命，佐姆企图控制神速力，但神速力不喜欢被掌控，于是时间亡灵开始追杀佐姆。而他现在躲过了亡灵，最后一步就是摧毁所有地球，只留下地球1当做自己的据点。另一边，沃利偷偷放出了白瑞，只有他才能把乔带回来。事到如今，大家必须相信白瑞，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希斯科把白瑞带进了震波当中，和佐姆约定了比赛，条件就是毫发无损的带回乔。比赛场地就是脉冲仪器的上面，所有人一起陪着白瑞，要么一起赢，要么一起死。胜负判定很简单，仪器充满电则佐姆赢，除非白瑞在此之前打败佐姆。由于仪器启动后就无法停止，白瑞只能去试一试。只可惜佐姆说错了台词。两个人飞快围绕着仪器奔跑，脉冲已经开始充电了。忽然，白瑞也带出了时间残留，时间残留救走了乔，并且开始反向围绕脉冲奔跑。白瑞则开始痛击敌人，时间残留想抵消脉冲，就必须要牺牲自己。随着奔跑，时间残留化成了灰烬，而白瑞给了佐姆一套咏春拳，彻底打败了佐姆。他并不准备杀死佐姆，因为时间亡灵会给佐姆应有的惩罚。白瑞给沃利解释了自己的操作，他回到几分钟前说服了自己，而另一个白瑞也甘愿为大家牺牲自己。他们也把铁面人杰带了回来，拆下面具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他正是白瑞的父亲，亨利的二重身。难怪亨利曾经说自己的母亲也姓加里克。白瑞一个人躲在了角落流泪，这个人长得和自己爸爸一模一样。杰拆下面具后，恢复了自己的神速力。钢盔是佐姆的，但钢盔代表了的希望代表了闪电侠，杰打算延续这个希望。想要回到地球3并不简单，这个任务就要交给威尔斯解决。他终于要和女儿回家了。杰带他们回到了地球2，一切仿佛恢复了正常。白瑞却成为了牺牲最大的人。艾瑞斯想和白瑞一起面对，他对白瑞的爱已经进化到了爱人，但白瑞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他决定回到过去，逆转未来。白瑞放弃了现在的一切，重新回到了儿时那晚，赶在斯旺出手之前打败了他。当他回过头去看1年前穿越的自己时，只看到了一个渐渐消失的笑容。白瑞成功创立了闪点悖论，一个崭新的时间线就此诞生了。闪电侠第2季到此就结束了，我是瓜皮儿，有缘第3季见。